迎来到16频道，今天来聊一下《Perfect Ten Liners》里面尤塔根的原作小说故事，关于一个本来不相信爱情，到最后呢找到专属自己真爱的故事，有一点小虐，但整体呢还是偏可爱的。那现在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可爱的兽到底是如何融化宫那颗冰冷的心的吧。注意，后面会含有大量的剧透，所以不想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主角，宫的名字叫尤塔，土木系的大一新生，性格呢冷漠，拒人千里，但因为本身长得帅呢，所以就算自己不主动，还是会有很多人呢自动的往他身上贴。不过呢，由于尤塔小时候呢看过自己的父母离婚，所以呢他不相信爱情，认为呢所有爱情的结果呢都只有分开。兽的名字叫梗，化工系的大一新生，性格呢开朗活泼，很爱讲话，自来熟，跟谁呢都做得到朋友。由于小时候呢试过不小心被困在仓库里，所以呢他很怕黑，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开灯，不然呢就会发噩梦。故事一开始，小时候的尤塔呢因为父母离异，所以呢被迫着要跟自己的双胞胎弟弟分开长大。看过离婚的丑态，所以尤塔从小就不相信爱情，但同时呢又因为缺爱而渴望着爱。在国中的时候，她透过大哥呢认识了大一的瓦黎，后来瓦黎呢大三的时候跟男朋友分手了，而当时呢已经是高中生的尤塔了，这一直陪着因为分手而受伤的瓦黎，自然而然呢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尤塔全家呢安慰了受伤的瓦黎，而瓦黎呢也让尤塔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爱。然而由于瓦黎呢是尤塔的初恋，所以尤塔很小心谨慎的对待这一段关系，不管瓦黎要求他什么呢，尤塔都会言听计从。但爱情呢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瓦黎呢觉得他跟尤塔的关系只是单纯两个受伤人在互相安慰而已，根本呢不能算是爱情。所以1年后呢，瓦黎就把尤塔给甩了，而且呢在两人分手1年后呢，瓦黎就交到了新的男朋友，因此导致尤塔对爱情完全失去了信心。直到尤塔在考大学入学系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也是来考试的梗呢就是长得可可爱爱，完全呢是尤塔的菜。然而由于尤塔早就被爱情伤透了心，所以呢他没能鼓起勇气去认识梗。之后在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尤塔再次见到了梗，而且呢还是在梗呢弄破了厕所水龙头，被水了喷了一身，最狼狈的时候，尤塔在帮忙把水呢关了起来，因为这样子呢尤塔衣服呢全部都湿了，但当时尤塔脑中呢却只想着梗呢很可爱。而另一边上，梗呢在入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尤塔的双胞胎弟弟法法，所以呢梗呢就错认了，以为尤塔是法法。后来梗呢在学唱遇到了尤塔，但他还是以为尤塔是法法，还叫尤塔先帮忙占位置。而那个时候呢，尤塔其实已经快要吃完要离开了，但见是梗呢请求了，所以他要独自坐着帮梗呢占位置。直到当梗呢在其他地方遇到法法，两人聊一聊，梗呢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认错了人。后来梗的室友呢受不了梗呢睡觉一定要开灯的习惯，梗呢只好请管理人帮忙，找人呢跟他换宿舍。法法呢刚好听说了，而且呢他也不介意开着灯睡觉，所以他就打算搬去跟梗呢当室友。而法法呢本来室友呢其实是尤塔，当尤塔知道法法要去当梗的室友的时候，尤塔不知道哪来的冲动，就突然提出要自己来当梗的室友。由于尤塔平常是一个对别人完全没有兴趣的人，现在他居然主动提出要跟梗呢当室友，法法觉得很神奇，所以呢就把位置让了出来，让尤塔跟梗呢当室友。但由于换室友这件事呢，梗是请管理人帮忙的，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原来是尤塔主动提出要当自己的室友。而尤塔虽然对梗呢有一点好感，但其实他也没有想要追梗的意思，就单纯的想要多靠近他一点而已。所以呢，即便住在一起了，尤塔对梗的态度呢还是冷冷的，没什么反应。梗呢是很感谢尤塔不介意开着灯睡觉，所以想要跟尤塔打好关系，交个朋友。但尤塔就是反应很冷淡，而且梗呢也发现了尤塔每个晚上都会出门，然后呢都会凌晨或是早上才回宿舍，有时候甚至是不回来。梗呢就对尤塔这个人越发好奇。虽然尤塔很冷漠，但完成了无阻梗呢想要跟尤塔当朋友的决心。之后梗呢就是跟尤塔分享零食，又要求尤塔陪自己吃饭。虽然尤塔都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呢他都愿意陪梗。后来有天，尤塔给了一张问卷给梗填，梗呢以为是新生问卷之类的东西，上面都在问一些个人的兴趣啊、喜好啊，有什么过敏源之类的东西。后来梗呢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法法，法法就笑了出来，说那个问卷根本不是学校要的，而是当尤塔想要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梗呢才知道尤塔虽然一念的冷漠，但原来对方还是想要跟自己当朋友的。
之后有一晚宿舍停电了，有塔又不在宿舍里面，耿呢就跑到了外面的 Seven， 想说呢要做到早上。这时候呢，他刚好遇到了法法，也从法法口中得知为什么有塔晚上都要出门。原来由于有塔不相信爱情呢到了扭曲的程度，所以晚上呢他都会去酒吧故意拆散其他情侣，但他都觉得自己是在帮他们，因为坚定的爱情呢不会被拆散，会散的就是迟早都会散的，有塔只是帮他们提早而已。之后法法就离开了，但接着有塔就出现陪耿呢在 Seven 做到了早上，两人呢还一起去吃了早餐。随着时间的推进，有塔跟耿的关系呢开始越来越好，耿呢还会每天帮不会打领带的有塔绑领带。后来有塔甚至带耿呢去他常去的酒吧，原来呢那家酒吧是有塔大哥开的，有塔甚至在酒吧的上方租了一个房间。有塔大哥呢因为听到自己的弟弟居然带了人来，所以他就八卦去他弟的房间看了一下，在看到耿的瞬间，有塔大哥就说耿呢长得很可爱，完全就是有塔的菜。耿呢有一点被吓到，而有塔也只好承认耿的外表的确是他的菜，但那也不代表他喜欢耿，耿呢也就没有再继续的深究下去。而随着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呢，平常都面无表情的有塔开始会在耿的面前展露笑容，耿呢也越来越关心有塔的一举一动。后来有天有塔在酒吧遇到了之前被他拆散的情侣，男方呢打了他一身报仇，有塔带着满身的伤回到了宿舍，吓到耿呢哭着找朋友求救，拉着有塔去医院疗伤。朋友受伤会担心会慌张是很正常的，但耿的慌张已经超出一般人的程度了，所以耿的朋友就问耿是不是喜欢有塔。耿呢当刻是觉得不可能，但后来他跑去了做心理测验，心理测验出来结果是说他喜欢有塔。耿呢就有点烦恼，跑去问朋友，万一自己真的喜欢上了有塔要怎么办？好死不死的却被有塔听到了，耿就解释只是心理测验的结果而已。有塔就好奇说自己也要测出来的结果是有塔也喜欢耿，两人就有一点小尴尬的当只是一个玩闹的游戏，没有再深究下去。但两人各自的心里都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喜欢上了对方。当意识到自己的心意后，耿呢就更关心有塔的一举一动，他也希望有塔不要再去破坏其他情侣的感情，因为他担心了有塔又会被寻仇而受伤。直到一天呢，耿呢阻止有塔去酒吧，有塔不愿意，但耿呢却一直拉着他不放，两人呢因此起了争执。最后有塔骂了一句关你什么事，耿呢就心碎的放手了，而有塔就甩门而去。结果当晚宿舍呢突然停电，耿呢在睡梦中突然失去了光源，就开始发噩梦了。后来有塔回到宿舍，看到耿呢痛苦的被困在梦中，有塔拼命的想要叫醒耿，当耿呢终于醒过来的时候，他看到了有塔，接着下一秒耿呢就哭了，耿呢哭着抱怨有塔抛下他不管他。看着痛哭的耿呢，有塔意识到自己呢不只喜欢耿，同时呢也意识到自己呢想要保护好耿。然而当耿冷静过后，他想起了有塔叫他不要管他的事，所以耿呢就开始跟有塔保持距离。有塔对耿呢讲了对不起，但耿的态度都是爱理不理的，两人就这样子疏远了1个礼拜。看不下去的法法就自作主张让耿呢搬去跟他住。耿呢觉得毕竟他跟有塔只是室友的关系，但因为他喜欢有塔，所以他一靠近有塔他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关心对方。然而因为吵架的事件，耿呢觉得自己的关系只会造成有塔的困扰，他不想再打扰到有塔的生活，所以他就答应了搬去跟法法住，跟有塔物理性的拉开距离。发现法法自作主张，有塔就很生气，直接的冲到了法法宿舍，想要把耿呢带回去。然而耿呢却不愿意跟有塔回房间，所以有塔就干脆挤到耿的床上说一起睡觉，还说除非耿呢跟他回去，不然呢就一直赖在这不走。对于有塔的行为呢，耿呢是有点困扰，但同时又有点开心，因为喜欢有塔，所以他很开心的有塔愿意靠近自己，但又因为喜欢有塔，害怕自己这份感情会对有塔造成负担。后来一晚，耿呢跟朋友去酒吧喝酒喝醉了，有塔就去照顾喝醉的耿。在半醉半醒中，耿呢向有塔道歉，说他很抱歉喜欢上了有塔，而有塔呢也回应耿说自己也喜欢耿。隔天耿走醒后，两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谈了一下，因为有塔过去的经验，他不确定自己对耿的感情是不是真的爱情。耿呢也没有想要赶着确认两人的关系，所以就让有塔慢慢的想清楚。之后需要耿呢继续跟法法一起住，但有塔就是每晚都会来找耿。两人呢也因此有了更多深入的交谈，互相了解了对方的过去。耿呢知道有塔身上有个2进制的纹身，用来记住了他父母离婚的日子。
后来有塔跟耿呢又一起去了有塔大哥开的酒吧，这次耿呢遇到了瓦黎，还看到瓦黎身上也有一个2进制的纹身。耿呢意识到有塔每一晚都去酒吧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为了去见瓦黎。原来有塔大哥的酒吧是跟另外2个朋友一起开的，而其中一个人就是瓦黎。而有塔也的确是为了要见瓦黎，所以呢才在酒吧上面租了房间。为了引起瓦黎的注意，有塔故意拆散其他的情侣，是为了想要瓦黎回头看他。然而即便如此，瓦黎还是交了新的男朋友。虽然有塔每一天都会去酒吧，但瓦黎却常常跟男友躲在房间里面不出来。时间久了，有塔变得自暴自弃，对瓦黎也只剩下执念而不是喜欢。但有塔却不知道自己其实早就对瓦黎没有兴趣了，只是单纯的一直抓着过去，不愿意放手。所以边上在耿看来，他会觉得有塔还是喜欢着瓦黎。耿呢就告诉有塔，他愿意等，请有塔先搞清楚自己的想法。之后有塔就跟耿呢断了联络，甚至晚上有塔也不再去房间里面找耿。耿呢其实有试过打电话给有塔，结果就是瓦黎接的电话。在一群人一起喝酒的时候，有塔也会因为瓦黎的一通电话就离开，所以耿呢以为自己是没有希望了。直到一天，瓦黎的男朋友高呢在酒吧上找上了耿，因为高呢很清楚瓦黎跟有塔的过去，对一直在瓦黎身边阴魂不散的有塔很反感。后来他发现有塔居然有了重要的人，而那个人就是耿，所以他故意灌醉本来就已经有一点醉的耿，之后还带耿离开酒吧，然后找朋友一起想要揪耿。幸好有塔及时赶到，但高他们就是人群众多，有塔打不过，所以有塔就求告至少要放过耿。高也算是出过了一吐气，还警告有塔说，这样你就知道自己爱的人被抢走是怎样的感觉了。的确也是在这一刻，有塔深切的感受到自己爱的人就是耿。有塔搬离了酒吧上面的房间，还跟耿说自己要开始追他。在有塔正式开始追耿之后呢，有塔很不得立即让所有人都知道耿是他的，所以追得很大胆。耿就是害羞又开心。后来两人都想要正式的求对方当自己的男朋友，耿准备了白玫瑰做礼物，有塔准备了领带做礼物，两人互相告白，正式的成为了男朋友。后来有塔想要跟耿发生关系，所以就写了一份很周详的计划，结果还被耿发现了，整个就是很搞笑，但又很幸福。最后两人还一起搬到外面的公寓同居，完美撒花。以上就是 Perfect Ten Liners 有塔耿部分的原作小说剧情。个人觉得呢，他们的故事是3对主演里面最丰富的一对，另外2对的故事呢都比较偏日常生活一点，所以如果是喜欢有很多高低起伏的人的话，有塔耿的故事应该会很适合你。有塔耿的小说名词呢叫 Sunshine and Darkness 拥抱阳光的黑夜，中文翻译呢有平行出版社出版。另外 Perfect Ten Liners 还有2本小说，分别叫 Hottie and Cutie 工程师自恋跟 Charming and Sweet。工程师自恋呢16季前已经有出过解说影片了，而 Charming and Sweet 呢就是关于有塔双胞胎弟弟财阀的故事。小说呢暂时没有中文翻译，但英文翻译呢可以在 Map 上面找得到。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对 Perfect Ten Liners 有塔耿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分享，一起讨论。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